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在家里做云吞皮，你也可以用这个云吞皮来做烧麦，把它切成圆形，就可以变成烧麦皮。烧麦皮如果买得到现成的，可以直接买现成的；如果买不到，可以用云吞皮来代替。口感其实都差不多，或者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做。那做这个烧麦皮，我们需要200克的面粉，2个鸡蛋。我们外面常常会听说什么全蛋面啊、全蛋云吞皮，看起来非常的黄。其实哪怕你全部加的都是蛋黄，那个面团出来颜色都不会那么的黄。那么秘密是什么嘞？秘密其实是食用色素。如果你去买那些比较黄的云吞皮，你再看一看它的配料，你也会发现它里面也加了一些食用色素。先将鸡蛋敲到碗里面，稍微打散它。然后加2滴色素，接下来把面粉放到搅拌机里面，加半茶匙的盐，然后将蛋液放进来，爆成团之后就可以把它拿出来。云吞皮是比较硬一些的面团，所以它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干干的。我们要用保鲜纸把它包起来，15分钟之后再过来用手揉几下，它就会变得比较的光滑。现在看起来很光滑，因为我已经揉过一次了，并且又醒了半个小时。有时间就多揉多醒1、2次，烧麦皮会更筋道。我们拿出醒好后的面团，最后一次醒好后不要再揉了，从保鲜膜内取出，分割成3到4份，面团上撒一些淀粉防粘。今天用到的是压面机，用手先将面团压薄一些，用最大档将面团压扁。头尾不规整的地方往中间折叠，压扁后再折叠一次，反复折叠压扁至少3次。这样操作的目的是为了让烧麦皮更筋道。最后压出来的面片大约有长方形的样子。我这个机器总共有6档，刚才1档是最厚的，现在我调成4档。算是比较中等偏薄一些的厚度，再压几下，每将档位调薄一些，压出来的面片就会越大。压3遍之后，调成最薄的那个档。这会儿不需要再折面片了，最后压出来的面皮非常的薄。不过先前压面增加了面团的筋性，虽然薄，但是不容易破。铺在案板上，要在面皮上撒一层淀粉，什么淀粉都行，一定不要撒面粉。最后用饼干模具切割出来，烧麦皮就做好了。没有饼干模具，用马克杯或者小碗做模都可以。剩下这一部分可以把它们拧成团，松弛一会儿，然后我们用来继续把它压成烧麦皮。不做烧麦皮，切成正方形做云吞皮也行。我们压出来的面片本身就是长方形，用刀切成合适的大小就可以了。有合适的工具在手，做事就会事半功倍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